大家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欢迎来到我们正经参考的频道。今天要说的这个标的是港股的地平线机器人是来自于我们的社群约稿。上一次社群约稿，上一次会员约稿是在8月25号，只是分享在我们的会员群当中。当时8月25号的视频里面，我们给出的下方的支撑是在 7.60 到 7.30， 那最低我们可以看到价格也是回落到了 7.56。 那上方当时给的目标是9块和9块 9.60 两个位置。那可以看到随着行情的逐步上涨，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达成了预期也就是短短1周的时间里面就实现了将近 30% 的这样一个涨幅。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持续的跟踪我们正经参考的所有品种，那最好是加我们的 QQ 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福利，因为群里所有发布的视频都是所有的会员可以去共享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次来跟踪这个港股的地平线机器人，看看当前是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整体的结构有什么变化，后期向上的空间有多大，以及后期我们想要参与需要等待什么样的结构和形态。那当然我们还是要从它前期的低点去分析这段走势的一个结构。前期上涨的第一波形态截止到目前来看依然是一个三波走势。那在这个三波走势结束之后，市场展开了中长期的向下的一个快速调整。那按照前面两段走势的预期来说的话，那首先这里往上的运行结构，我们大概率会认为它也是在走一个三波的形态这样才能对应一个所谓的双重三浪的一个结构。那因此按照这样的结构划分，我们就会认为第一阶段上涨它是一个 W 浪，向下的升幅回撤它是一个 X 浪，目前我们就处于这个 Y 浪当中。那目前来看，次级别的 Y 浪1已经结束，向下调整的 Y 浪2也已经结束，目前我们是处于这个 Y 浪3内部。同时我们要关注到在 Y 浪1的内部走势，它是走出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在这个5波的引导楔形走势出现之后，那么我们会认为第二阶段的上涨 Y 浪3的内部结构也会出现一个5波的形态。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在这个 Y 浪3的起始，它也是出现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那这里就是 Y3 当中的子浪1回撤的子浪2，目前处于子浪3当中，后期还会出现一个调整的子浪4，以及再次向上涨的子浪5。等这个子浪5涨完，那 Y 浪3的全部上涨形态才有可能全部结束。因此我们从日线图来看，后期整体向上还是有空间的。那这里首先我们用一下波浪尺来对比一下 W 浪的整体走势幅度和这个 Y 浪的整体幅度的一个比例可以看到上方最接近的压力在 11.60， 但是这个位置大概率后期会被向上突破。那更远的位置相距甚远，位于 14.30。同时我们对比一下，用波浪尺再对比一下Y1 和 Y3 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这里还有一个位置需要关注就是 13.10。 可以说 14.30 和 13.10 是后期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两个位置。那当下我们重点要来看的就是这一波 Y 浪3结束之后，这个子浪4的调整它大概的预期位置在哪里。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的这个压力，它是位于 11.60 到 11.80 这个区域。那这里有可能成为这个潜在的子浪3结束的一个区域。那如果确实是在 11.60 到 11.30 结束，那后期我们只需要拉取一段这个紫色段子浪3的一个高低点，找到它向下回撤的这个目标价格区间在哪里。假设比如在 11.60 到 11.80 结束，那拉取黄金分割，那后期下方潜在的这个支撑位大致是位于 10.50 到10块这个区域，10.50 到 10.00 这就是后期的支撑。也就是说后期想要继续参与这个港股地平线机器人的上涨走势，那么只能等到这个 Y 浪3内部的子浪4调整出现之后，回落到目标价格区间 10.50 到10块，如果出现日线的底分型或十字星，
我们就可以参与最后一个子浪五的再次上行的这样一个小波段的一个走势。那从当前的整体走势幅度来看的话， 10.50 涨到 13.10， 大致有2块5，如果涨到 14.30， 大致有这个3块8啊，也就是说大致向上整体来看，大概率会有一个20%到35%左右的这样一个涨幅空间，它属于一个小波段。那下方的防守，我们后期整体来看的话，比如放到这个 9.70 或者 9.60 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当前我们整体向上看的唯一的一次小波段能参与到机会。但是当前这个位置，你说你直接去进场去11附近去搏的话，那么整体向上看也就是 11.60 到 11.80， 短线的空间太小，不值得去参与。所以后期必须要耐心等待子浪4的调整出现之后，我们再考虑参与其中的后期整体走势。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于这个港股地平线机器人继上一次8月25号之后的再次跟踪分析。那么这里也分享最新的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机会。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